所以这样的一个轻巧的一个动作，我这样子移动啊，虽然我是一个胖子，我是一个灵活的胖子，但是这样走来走去的时候，其实基本上这个机器完全是很容易穿梭的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我想来讲这一支看起来很轻巧，但是实拍起来呢，它的能力完全不虚弱的一个镜头 ，Sigma 12mm f1.4。其实这一颗镜头，我一开始准备带它去拍天赛酒庄的时候呢，我心里有一点担心啊，有点保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毕竟是 APS-C 的镜头啦。那12mm呢，大概等效于全画幅大概17、18左右啊。那很多人听到 APS-C 就会先入为主，觉得说那低光会不会不够好？那画质会不够好？那后期调色会不会比较麻烦？但是事实上呢，这些在我拍完天赛酒庄之后呢，整个疑虑都没有了。因为呢，我实际拍完这个酒窖啊、车间啊、橡木桶啊，跟一些很狭窄的一些卡位之后呢，我的感觉是很直接啊。这支镜头呢，它不只是靠小取胜，它的画质呢比我预期的更好、更棒。看上它的绝对是它的光圈1.4，完全它的优势就体现这个环境的。这个环境呢，基本上你的 ISO 如果开到800，在我们的一般的观念来讲的话，800其实基本上你噪点也不会太明显，你还可以用后期一个比较轻松降噪的方式得到一个干净的画面。那我们用这个镜头呢，它很小巧，大家看到我手上这个镜头非常的小巧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穿梭在这个橡木桶中间这个夹层里面，这样子去做一个压缩。拍摄行动，然后往前进升格，然后呢拍出一个非常戏剧感的一个画面。这时候大机器绝对是进不来，而且重点是我还要做移动的一个稳定画面。当然，最好的选择就是这种机器，然后配上一个光学素质不错的一个小镜头，基本上呢你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。那12mm镜头这一支哦 ，Sony 的一个1口的版本大概225克啦。这个重量的意义呢，不只是轻而已。它上那个稳定器呢，配平非常的快，而且长时间拿着你去钻各种场景，去钻那些设备呢，你的手不会那么容易累，而且不会那么快下班嘛。还有一点，如果它只有够轻，其实还不够。那我这次比较意外的就是说，这支镜头呢，它在大光圈之下的画面呢，其实非常的干净。第二个就是它的那个对焦的速度，因为它是一个，如果你装在自动对焦相机上面的话，它的对焦速度非常的精准，非常的快。通常即使像索尼这样的一个 Sony 这样的一个对焦网，它也需要一个好的光学素质的镜头去达成它的对焦需求。如果你的镜头的素质太低或者是太劣质的话，基本上它没办法通过一个对比，就是光线进来的一个对比度，去达到最快的一个对焦定位。所以基本上这个镜头有这样的一个条件，让这个相机达到一个很好的配合。所以这样的一个轻巧的一个动作，我这样子移动啊，虽然我是一个胖子，我是一个灵活的胖子，但是这样走来走去的时候，其实基本上这个机器完全是很容易穿梭的。这次我很在意的是呢，它的颜色呢表现得很中性。这个所谓的中性呢，不是说这个镜头没个性，而是在你后期调色的时候，它很舒服。因为你在调色的时候呢，不会觉得某一个色相呢被镜头推歪了，你的白平衡、你的肤色、你的金属的反光、你木头的一个暖色，都比较容易去对准校正。而且这次我的3G 作业全部使用 Sigma 的镜头，这个呢对后期非常的关键。不同品牌或者是不同的调性的镜头混在一起拍呢，最痛苦的不是剪接的时候，其实是在调色。因为每一颗镜头它其实都有自己的颜色，它有自己的一个性格，就跟人的肤色一样。但是我用了这一套 Sigma 的镜头，它的色彩科学呢其实比较接近，画面的基底呢比较一致。后期呢我在做白平衡啊、肤色校正啊、酒窖的暖色和不锈钢冷色的一个匹配的时候呢，其实在校正上呢会非常的便利，也比较容易呢把3G 采访的一个同时的画面呢调成同一支片子的一个语言。12mm这个镜头呢不是来拍脸部特写那种地方的，它其实是来拍环境交代大环境呢，然后2个受访者全身的关系。12mm呢可以把人、桌子、背景空间一起放进来，让观众知道这场访谈呢它不是在什么地方发生，而是发生在天赛酒庄的一个环境里面，这个很重要。再加上大光圈的 f1.4， 你在大环境的那个机位里面呢，不需要被灯光塞得满满的。很多纪录片访谈一补光就会变得很假，你知道，所以我们喜欢用自然光。但12mm的大光圈可以让环境的光保留下来，用比较少的一个光源完成比较漂亮的一个自然的感觉。它不是把那种硬布硬打亮，而是让现场原本的一个气氛呢，透过大光圈被完全保留下来。这就是自然光的一个魅力。那
这一个镜头呢，除了非常轻巧之外，这是它的优势之外，第二个就是其实它的畸变非常的少。就是你装到镜头上的时候，你在全画幅上面，即使裁切之后，你会发现它的畸变非常的少，而且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四平八稳的一个非常方正的一个构图。还有我们去拍那个不锈钢的车间，也是这个镜头很好发挥的地方。其实我们在拍金属呢，并不好拍，拍得不好会很冷很硬，而且像产品目录。但是当这个镜头上稳定器在发酵罐之间、管线设备之间去移动的时候呢，金属反光会跟着画面滑过去，线条反光跟空间一起成立，那个质感就会跑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我后来对这个镜头的评价就是，它不是一个 APS-C 画幅的一个妥协，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现场解决办法。这个镜头很轻，但是画质没有因为很轻巧、很小而被觉得牺牲掉了。它其实很广，但是不会把画面呢变得很廉价，不会有太多的畸变。它有 f1.4 的大光圈，但不是只是为了前景深，而是真的可以让低光的环境里面画面更干净。还有它的颜色中性，在后期的校正非常的友善。如果你常常单兵作战，或者是常常要进到一些很狭窄、很暗、很难架机位、架灯的一个位置呢，我会觉得这一支12mm f1.4很值得你拿来试试看。因为很多时候镜头不是先问你要不要拍得漂亮，而是先问你能不能进得去。你只要进得去，你才有机会把画面拍回来。下一集我会开始讲28-105 f2.8，为什么它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懒人镜，而是一支在现场可以帮你少错过很多画面的一个镜头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真实现场的一个镜头测试，记得帮这个影片按赞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